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苹果批准了 Epic Games 的第三方应用市场在欧盟的发布。此前经历了多次拒绝，该应用市场将允许用户在 iOS 上安装 Fortnite 等游戏。接下来这条，飓风贝利尔横扫加勒比地区后，袭击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，带来强风、危险的暴风雨和暴雨。接下来，伊朗总统决选初步结果显示，改革派候选人 Pezeshkian 领先反西方派候选人 Jalili。Pezeshkian 获得290.4227票 ，Jalili 获得281.5566票。接下来 ，CoStar 集团首席执行官指控 Move 提起的诉讼是一场公关噱头，以掩盖其市场份额下滑和商业模式受到质疑的困境。让我们关注加拿大加强对外国公司收购国内矿业公司的审查。旨在保护重要目标公司免受大型全球竞争对手的收购。让我们关注摩根大通考虑对客户收费，以弥补因新监管规定而减少的透支费和滞纳金。首席执行官表示，其他银行也可能效仿，该规定可能取决于11月选举结果或因银行诉讼而受到影响。下一条，珍品零件 GPC 自世纪之交以来，其总回报率翻倍于标普500指数。然而，自2022年以来，随着通胀飙升和制造商支出收紧，这家汽车和工业零件领导者的股价已下跌 23%。那么，连续68年股息增加的股息之王珍品零件是否走错路了？还是股价下跌是由于短期周期性，为投资者提供了长期机会？以下是我的想法。下一条，沃伦·巴菲特掌控伯克希尔·哈撒韦60年。凭借其出色的投资策略，其 A 类股产生约495万百分号的总回报率。在44项股票投资中，有8家公司被巴菲特视为无限期持有的股票，包括可口可乐、美国运通和西方石油公司。让我们关注吉姆·克莱默认为，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，股市情绪可能会改善，原因是特朗普将基于自身对股市表现的判断采取措施，导致市场走势更乐观。下面这条，标普500指数平均年增长率为 7.4%， 自拜登就任以来，回报率为 43%。自1957年以来，该指数在民主党总统领导下中值为 9.3%， 在共和党总统领导下中值为 10.2%。然而，按单年计算，该指数在民主党总统领导下中值为 12.9%， 在共和党总统领导下中值为 9.9%。 接下来这条，印度原产的苦楝树在佛罗里达州昔日柑橘树丛茂盛的地方兴旺生长，可能为该国提供可再生能源。下一条，乔州一家影院委托奥斯卡获奖导演拍摄宣传视频，申请到10万美元的资助，用于建造一个新跑马灯。让我们关注英国央行可能最快于下个月降息，但经济学家警告首相基尔·斯塔默的新工党政府可能会减缓摆脱16年来最高借贷成本的进程。接下来，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部落即将在巨型温室种植生菜，建成后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温室之一。该项目使部落能够自给自足。几十年来，联邦水坝淹没了他们世代种植玉米、豆类等作物的土地。最后一条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法国大选十分关注。他认为，即使勒庞的政党在7月7日赢得议会绝对多数，他们也至多是令人不安的盟友。梅洛尼因与欧洲联盟大肆抨击移民的萨尔维尼关系密切而感到焦虑。萨尔维尼曾觊觎他的总理职位。梅洛尼还批评勒庞对俄罗斯的热情，这使得他与勒庞结盟的动力更小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